我去世3年的丈夫突然复活，我以为重新收获爱情，珍惜不已，没想到早就落入了他和小三的圈套。他和我装了一段时间的恩爱，突然说对我没有感情，要和我离婚。我等了他3年，自然不愿意。没想到他居然联合小三，把我烧死在家里，继承了我所有的遗产，就连前来救我的发小也被烧成大面积烧伤，终身瘫痪，郁郁而终。死后我才知道，他遁身的那场火是他和小三一起放的。重新回到我身边，也不过是因为钱用完，想通过离婚分走我的财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苏总你醒醒，脑子天崩地裂一般疼痛，浑身滚烫。我还在想，为什么死前会听见的是自己秘书的声音？身体的疼痛让我根本无法细想这件事情。烈火灼烧感席卷而来，窒息感、恐惧布满了我的身体。我睁开眼便瞧见顾秘书焦急地摇动着我的身体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不禁在想，难道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？明明上一刻我还置身火海，这一刻又回到了明亮的办公室。苏总，你身体有什么不适吗？你刚刚一直在抖，我害怕你出什么事，就把你给叫醒了。似乎是身体还没有适应刚刚的梦境，我感觉天旋地转，根本思考不了任何问题。我朝顾秘书摆了摆手，示意他先出去休息了一会儿，我才缓过神。这时我才明白，我重生了，刚刚的根本不是梦，是我死前真实的感受。脑子里多出了上一世的记忆，痛苦、悲哀席卷而来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是3年前，是何朝火灾死遁的1个星期前。上一世的1个星期之后，朝贵山发生了一起山火，正好是我公司所承包的山。火灾原因一直没有调查清楚。我的丈夫何朝是火灾中的消防员，大火烧了3天3夜，消防员去了一批又一批，终于在第5天把火浇灭了。但我的丈夫却不知所踪。警察、消防员、搜救队在山里找了几天几夜，也没有找到他。他们推测他已经遇害。4、5天的大火把一个大活人烧得灰飞烟灭。我不愿相信这一切，在他去世后的3年内，不愿意办理死亡证明，也不愿意解除夫妻关系。没想到我对他的爱换来的是他给我的一记重锤。3年后，何朝奇迹般的重新出现在我身边。何朝告诉我他跌落山崖，失忆了，是最近才想起来的记忆。何朝说他想起来之后，不顾一切就回到我身边。我沉浸于失而复得的喜悦中，根本没有来得及想其他问题。紧接着的2个星期，我和他也陷入了甜蜜。只是后来，他向我提出离婚，并且想要分走我的1半财产。我等了他3年，怎么可能同意？我追问他原因，他居然说他是被人所救，已经爱上了救他的那个女生。这一下完全把我的恋爱脑给打掉了。我说离婚可以，但是财产一分也别想。我以为他起码会安分一段时间，没想到第2天他就和小三火烧我家，制造出意外起火的假象。我死后怨气太重，一直跟在何朝后面。我才知道，原来上一世是他们纵火烧山。何朝上一世早就卷走了我不少钱财和小三计划来这套金蝉脱壳，这次回来也不过是因为没有钱了，想从我身上捞一笔。没想到我不愿意，因为上一世我陷入丈夫去世的痛苦之中，根本没有考虑钱的问题。也是因为我太相信这个陪我从大学到结婚8年的丈夫，最终才丧生火海。我死后，
灵魂出窍，看见我的发小祁阳居然也在场。火势太大，消防员根本不来及时灭火，一边的火灭了，一边的火又重新燃起。我种在门口的树木，此刻成了阻止我获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不仅仅是被烧断倒在了门口，还让火势越来越大。祁阳趁消防员不注意，不顾一切地冲进了火场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很想告诉他不要进去了，我已经死了。祁阳进了火场，我看着他一路被火烧，不顾疼痛也要去我的房间，最终晕倒在我的房门口。祁阳最终还是被消防员救了出来，全身大面积烧伤，曾经堪称校草的脸被烧得面目全非。哟，苏淼，见到哥还不起来行礼？我只听见祁阳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。不好意思，苏总，祁先生，我实在拦不住。自从大学毕业和何朝结婚后，祁阳一直和我不对付。之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抽风，死后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已经喜欢了我很久。祁阳吊儿郎当地坐在我的桌子上，用手扒拉着我桌上的多肉，这还是他18岁时送给我的。前世我最讨厌的就是祁阳这副浪荡公子的样子，没想到现在还挺想念。看着他精致的五官，我就想起了他在何朝死顿的3年里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。那时他收起了他浪荡公子的脾性，越来越正经，一遍又一遍地说：淼淼，让我照顾你。但是当时我沉浸在丈夫的死亡痛苦中，抽不出身，从来没有回应过他。现在看着他鲜活地站在我的面前，我不禁跑过去抱住了他。我感觉身下的人突然僵硬起来。过了一会，祁阳不知所措地推开我：搞什么？你已经结婚了，我不会插足别人的婚姻，更不会做小三。你别想了，你要是离婚的话，我还能考虑一下。以前他说这种话，我只当他挑逗戏谑我，从来不放心上，甚至还因为他的轻佻感到生气。现在才注意到，他说这番话时脸和脖子都通红。尽管他言辞拒绝，但是我感觉如果我坚持的话，做小三，说不定他会答应。见我没有说话，祁阳又开始在旁边絮絮叨叨起来：你抱了我就要给我名分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做小三。你最好解释为什么抱我，不然我就要大肆宣扬你轻薄我。见我一直不说话，祁阳又扭扭捏捏地说：你让我考虑一下，要是做小三的话，我爸妈会打死我的。我惊讶了，别太爱了，老弟，你别考虑了。见我像是要拒绝他的小三申请，祁阳连忙插话：我考虑好了，做就做，只要打不死我，一切疼痛我都可以接受。但是我警告你，不能有小四、小五。我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，很不爽。你难道不想知道我刚刚没说完的是什么吗？祁阳摇头说道：苏淼，你别拒绝我，你要是拒绝我的话，能不能不把刚刚的话告诉其他人？我感觉祁阳都要哭出来了。我忍不住笑了笑，我以前到底有多迟钝，才会发现不了如此明显的爱意。我给你名分，祁阳，不过不是现在，你得等我一段时间。祁阳愣住了，我以为他不高兴了，我伸手捏住了他的下巴，把他低下的头抬了起来。只见一滴眼泪从祁阳的眼角流到我的手指上。苏淼，我等了你8年了。8年前，我以为你只是谈了一场普普通通的恋爱，我就一直等你分手，直到4年前听说你要结婚了，我更不敢破坏你的幸福。我想我会一辈子感谢今天的自己，终于勇敢地向前了一步。他抱住了我，无比自然，仿佛这个动作锻炼了千百遍。我一想到
我上一世错过了如此爱我的人，就恨不得把何朝和小三给弄死。我让祁阳等我2个星期，他只顾着一个劲的点头，擦眼泪。我会让辜负真心的人付出代价，会让他俩后悔做的一切。我看了眼时间，现在是下午3点，何朝肯定还在消防队，我便开车去了市场。这是一个平常人很难找到的地下市场，我在那里买了3个简易的小监控设备。回家之后，我就把这3个安装到了卧室、书房、客厅。这次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，把他们丑恶的嘴脸钉在耻辱柱上。最主要的是，我想知道那个小三到底是谁。上一世尽管我被他算计致死，也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，他一直躲在何朝的保护之下。这一次我必须要了解彻底。晚上何朝回来就想凑过来抱我，我一看到他的嘴脸我就想吐。原来爱一个人的眼神是真的可以装出来。何朝察觉到我的躲闪，不满地掰直我的身体往他怀里按。怎么了淼淼，你干嘛躲我？我微微地推拒着他，假装娇羞地说，满身都是汗，不许抱我。他起身闻了闻自己的衣服，你以前也不会嫌弃我，你变了，我不爱你了。何朝说，一个很会撒娇和表达爱意的人，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被他骗那么久。就算他去世3年，我也一直忘不了他，因为他真的很会装。他一边脱衣服，一边和我聊消防队发生的事情。曾经因为职业光环的原因，我很崇拜他，没想到这样的一个人，居然为了钱放火烧山。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山上其他人和他队友的安危。我记得上一世除了他，还有一个女儿刚满月，就因为这场火牺牲了的消防员。想到放火烧山这件事，趁何朝洗澡，我就打电话给顾秘书，让他最近2个星期不要让人上山，并且安排些人手在那周围安排人巡逻，配备灭火器。我虽然能看好我的产业，但是看不住其他人的，我只能在原本的事故地点安排，尽力减少伤害。等我安排好，何朝就洗完澡出来，我和他一起吃了饭。原本我们说好每天一起吃完饭就一起出去散步，可是现在我根本不想多看他一眼，借口不舒服就一个人回房间了。我回房间就打开了监控，他果然去了书房。只见他迫不及待地给人打电话，何朝没有叫那个人的名字，只是叫着宝贝。真可惜，宝贝，我想死你了。我每天和苏淼这个女人一张桌子吃饭，一张床上睡觉，我就觉得恶心。接着何朝又孜孜不倦地给电话那边的女人讲情话。曾经我觉得他很会表达爱意，现在我只觉得他那张脸扭曲而丑陋，似乎是电话那边的女人回应了何朝。何朝高兴了一些，那我们说好了，你明天来我家，我们商量计划。只见何朝说完话，又接着补充，你别担心了，他爱工作，爱比他的命还重要，不可能会提前回家。更何况上次你不是说在他床上更刺激吗？我看向身下的床，一想到何朝和其他女人在我的床上翻云覆雨，就感觉胃里一阵恶心，呕吐感直逼我的大脑。我实在忍受不了，跑去卫生间把晚饭全部吐了出来。吐完之后，心里的恨更加强烈。我抓起床边的手机就夺门而出。何朝似乎是听见动静，把头从书房探了出来，问我：淼淼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头也不回地说：公司有点事，我要紧急出差几天。他没有问什么，只是捧着手机回到了书房。我冲动了，实在太恶心了，怒意上头，直接抓着一个手机就走了。我现在该去哪里呢？不能回家，要是被我父母知道，
一定会去找何朝。本来以前他们就不同意我和他结婚，现在想一想，真的是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上一世他们就想撮合我和祁阳，但是我以和祁阳互不喜欢的理由拒绝了。其实对祁阳也不是没有年少的悸动，但后来我们都长大了，慢慢的这份悸动就转移给了其他人。想到祁阳，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：祁阳，你可以来我家接我吗？祁阳来得很快，他把我接去了他家。我和他讲我打算和何朝离婚，原因没有明确的告诉祁阳。祁阳，你等等我。祁阳环抱着我，隐忍又克制。我仔细盯着他的脸，轻轻在他嘴上落下一吻。我眼睁睁看着他从头红到尾。苏淼淼同志，还没有离婚，不要来招惹我这个单身青年。我跨坐在他腿上，凑近他耳边说：今天上午才说愿意做我的小三，怎么今天晚上就同志了？祁阳气呼呼地说：过不了多久我就是正妻了，不允许你提小三这个事情。就算是要离婚，你也是坦坦荡荡的。我们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，谁也不要想拿捏你的把柄。我挑眉，没想到祁阳背地里是这种可爱的性格。又听他絮絮叨叨了一些话，回忆我们小时候，埋怨我眼瞎。听着他的声音，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我一醒来就没看见祁阳，只看见他发信息告诉我他上班去了。我也打电话告诉秘书自己要去出差，之后1个星期线上办公。我坐在餐桌前吃起了祁阳为我做的早餐，顺便打开监控，从昨晚的监控一直看下去。今天我走后，何朝更加不遮掩，直接在我们的卧室里和小三说起了甜言蜜语。接下来就是今天上午，何朝点了许多外卖，似乎是为了迎接谁。直到12点，我看着何朝去开门，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，无比期待想看见那个恶毒的女人是谁。只见门开了，门口居然是我的闺蜜孟青。孟青是我的高中同学，乃至大学同学。我第一反应是她是来找我的，但是紧接着她就和何朝在门口接起了吻。我看着他们忘我又沉醉的接吻，一路从门口吻到了我的卧室。我握紧了手里的勺子，勺子里倒映出的是一副面色发白、双眼猩红的脸。孟青，居然是孟青！我2辈子都没有怀疑过她。重生这件事，我没有想过告诉任何人。如果非有一个人会知道，那一定会是孟青，因为我真心实意把她当闺蜜，不只是闺蜜，还是亲人。高中是因为她家境贫穷，我经常帮助她，她也会主动帮我。我数学不好，她因为来自小县城，英语发音不好，我们都互相帮助。甚至我结婚时，她提出想做我唯一的伴娘，我也毫不犹豫。我是真心实意把她当朋友。看来她不是想做唯一的伴娘，是想做新娘。我回忆起上一世何朝失踪后，孟青总是来探望我，还劝诫我如果还爱着何朝，就不要和他解除婚姻关系，说起码给自己留个念想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俩会在一起，因为我感觉孟青是世界上最看不起何朝的人。以前我和何朝吵架，他总是劝分，自从我们结婚之后才稍作收敛。我以为这只不过是我的闺蜜，把我的男朋友当作假想敌，没想到原来他是爱着他，并且成功地把他策反了。我没有继续看视频里的香艳画面，只是默默地把视频保存起来，等他们讨论正事，我才继续看了下去。只见孟青满脸潮红，在何朝胸前画着圈。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才实施计划？我们已经转移了他部分钱了，不要这么贪心。
他说的钱是我和何朝一起存的育儿基金，大概只有1000多万，其中大部分都是我存进去的。因为数目不多，所以上一世这些钱消失之后，我并没有察觉。更何况上一次何朝假死了，我也更没心情管育儿基金了。何朝亲了亲孟青的手背，放心宝贝，就这个周末你去山上放火，我们按原计划进行。就是我想临走之前把我那个讨人厌的同事解决掉，到时候趁人不注意，我就把他推进火里。那个大火烧起来可没那么容易灭，到时候从我们的秘密通道走就是了。我心头一紧，难道那个牺牲的消防员是被何朝故意伤害致死的？都行宝贝，反正你要快点带我去过新生活。聊完这些，他们又在我的床上动荡起来。我本以为会听见什么有用的东西，没想到这3天他们一直在我的床上。废物玩意，我当初到底怎么看上了他？我就这样在祁阳家住了5天，时间也迅速来到了周末。上午12点，我准时接到了朝贵山管理员的电话，说山上着火了，已经打了火警电话。于是我就让他带着我高价聘请的保安，跟紧消防队队长宋晨，千万跟紧宋队长积极灭火，也要注意自身安全。我稍后就到。我到的时候，火势已经蔓延开来，群众都被紧急疏离了起来。自从我不让他们放人上山，这时也没有什么闲杂人等在山上。护林员在发现着火那一刻就拨打了电话，紧急疏散的人群。尽管火势比上一世小，这场火还是将近用了2天才浇灭，人工降雨最后才把火浇灭。我看着凯旋而来的宋晨，不禁松了一口气，还好挽回了一个家庭。消防队撤队时，我看见宋晨脸色一黑，又带走消防员上山了。我知道他们在找什么，他们在找他们消失的队友何朝。这一次我真的好奇，何朝到底是在大火里怎么逃脱的？但是我不想在这里继续看下去了，反正也找不到一个自己想藏起来的人。过了差不多1天，我接到了消防队的电话，他们告诉我何朝失踪了，多半是遇害了。我回想着我上一世听到这个消息时的表情、音调，努力压抑住内心的高兴，表达着这一世不属于我的情绪。那头的了似乎被我的情绪感染，一直说着：“女士，我们会努力寻找何朝的，你冷静一下。”我没有继续说话，只是无声的哭泣。对面似乎也知道得不到我的回应，也把电话挂断了。电话一挂断，我就不装了。这下我只需要静静多等待。过了大概1个星期左右，何朝正式宣告死亡。警察把朝贵山翻来覆去找了几10遍，也没有找到何朝，所以何朝现在是社会性质上的宣告死亡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一世孟青没有来找我，安慰我？上一世警察还没有得出结论的时候，孟青就安慰我，让我放宽心。这一世都过了1个星期，警察结论都出来了，他还没有来找我。我有点好奇，于是我主动给他打了个视频电话。我先是把眼睛揉红了一点，再滴了点眼药水。他没有马上接电话，而是过了一会儿才接。我看他的背景像是在小诊所走廊上。孟青一脸强颜欢笑地问我：“怎么了，淼淼？”我也装作看不出他的憔悴，只是一股脑和他说何朝的事情。果然，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，对我说：“淼淼，放心吧，何朝绝对会回来的。你可千万不要去给他申请死亡证明。”上一次我很难受，于是一股脑就点头了。这一世我就想知道他究竟能怎么样把我说服。为什么呢？青青，你怎么好像知道
何朝一定会回来一样。孟青顿住了，紧接着又说：“我这不是害怕你申请了死亡证明，婚姻自动解除，你父母逼你嫁给其他人吗？要是他们还让你嫁给祁阳怎么办？你又不爱他。这个理由不错，但这次不用其他人逼我，我自己也会嫁给祁阳。”看着孟青那边阴森的小诊所走廊，我正想问他为什么在那里，就听见那边发出一声嘶吼，似乎是疼痛极了，像是何朝的声音。孟青连忙挂了电话，发信息和我说他还有事情，过些时候找我。我察觉到，尽管这次何朝死顿了，但是也不像上一次一样毫发无伤，肯定是在途中受了伤。我不知道这个变故会不会影响到后面的发展，于是我赶忙抓紧时间，下午就去办理了何朝的死亡证明，生怕他又活了过来。我办完何朝的死亡证明，就马上把祁阳叫到了民政局。祁阳带着户口本来民政局找我，祁阳似乎没想到我那么迅速，也愣了几秒，才兴高采烈地回应我：“耶，你好快呀！苏总效率就是高。”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了一会儿，祁阳就到了。我们连进去领证时，工作人员看着祁阳的笑容，都忍不住笑了。这小伙子也太高兴了吧，哈哈！我们一路畅通无阻，只有最后我给工作人员看何朝的死亡证明时，大厅才安静下来，但是他们也没有说什么。直到我出门时，才听见一个人小声地说了一句：“老公才死1个星期，就又结婚，这得多急呀，没人管管吗？”我假装听不见，谁要在乎他们说什么？我要是把每个人的话都听进心里，那我自己的生活还该怎么过？和祁阳结婚后，我让他先不要告诉双方父母，也不用办婚礼，如果要办的话，也得过几年。我不能让孟青知道这件事，尽管知道后面的事情还得有2年才会发生，我也不准备就这样等下去。既然重生了，那我必定要抓住流量风口。我知道上一世短视频行业兴起，于是在这2年里，我大肆开展短视频直播平台。这一世我的资产更是成倍增长。在我的短视频行业稳居榜首时，我在网上大肆宣传2年前何朝牺牲这件事情，买了不少流量，大肆宣传他是个英雄。我就是要把他高高捧起，又重重摔下。在这些视频里面，我看见了一个特别的评论：潮贵山之前未开发的时候，我去探险过，里面有一个防空洞，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。我看着这条评论陷入了沉思，难道这就是何朝和孟青的秘密武器？我看着这条无人在意的评论陷入沉思。这2年，孟青时不时就来给我洗脑，让我一直等着何朝。我现在都觉得我之前到底是有多傻，那么明显都看不出来，我表面应付着，实则一直和祁阳住在一起。只不过令我感到吃惊的是，上一世孟青明明过得很滋润，这一世却显然是过得痛苦不堪。想必事情的真相要等何朝出现才能摊开。果不其然，过了大概1个月，警察就打电话和我说，我失踪2年的丈夫找到了。显然是因为何朝孤儿的身份，尽管我们已经离婚2年了，警察能联系到的也只有我一个人。但是我疑惑的是，为什么明明应该还有9个月，何朝才出现？结果现在提前了9个月。带着疑惑，我去了警察局。我一进警局，就看见了何朝背对着我，似乎是听见了脚步声，他转过了头，迎面而来的是一张狰狞可怕的脸，烧伤的痕迹在他脸上蔓延。曾经还算帅气清秀的脸，如今变得破败不堪。
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这2年孟青如此的狼狈。我想昏迷2年这个借口，大概这次是假的，大概率是何朝受伤卧床2年，他又因为没有立场和理由把何朝送回来，所以只能默默地照顾他2年，花光了那1000万。如今这是迫不及待的想放何朝出来，夺走我的家产。何朝看着我，往前走了2步，似乎说想冲过来抱住我。这时我才注意，他甚至有点跛脚。我快速往后退了2步，他没想到我会后退，也是在他心里，我现在应该感恩戴德，谢天谢地，应该热情地拥抱他。没想到我会后退，他重心不稳，直直地摔在了我脚下。我怕他脏了我的鞋，又往后退了2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不堪的他。淼淼，你干嘛？嘶哑不可置信的声音传来。我把早就整理好的东西扔在他面前。何朝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就在你宣告死亡的那年。他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，怎么可能？苏淼，你怎么可能和我离婚？你那么爱我。他似乎是想爬起来拽我的手，但是跛脚的他用尽全身力气，也只是在地上爬了1圈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对说：何朝，我们离婚2年了，当年你死了之后，我就和其他人结婚了。你要是不信，这里就是警察局，你大可以查。不可能。对苏淼，你那么爱我，我们认识8年，你身边根本没有一个你可以闪婚的对象。我抬手在他面前晃了晃手上的大钻戒，你看这个钻戒比你当年买给我的大10倍。我今天把话放在这，你要是不服就去法院告我。我劝你最好别告我，就算你没死，我们也算分居2年。或者说，你觉得以你现在的能力告得过我吗？想必孟青也告诉了他，我现在的身价不堪，屈辱、恨意在何朝眼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我看也不看一眼，转身离开了警察局。过了大概2天，一直没见何朝有什么动作，直到今天，我在祁阳怀里刷到了一条视频，里面是何朝拿着身份证声嘶力竭地控诉我是2年前救火失踪的消防员，我被好心人救了下来，我昏迷了2年，直到最近才醒了过来。我醒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了我曾经的家，没想到早就人去楼空，似乎是说到了悲伤的地方。何朝还流下来2滴眼泪。去了警察局，我才见到了我的妻子。没想到她早在警察宣告我去世后1个星期就嫁过了其他人。她就是万豪集团 CEO 苏淼。我愿意为我做的说的一切负责，希望大家为我找回公道。我现在没有钱和她打官司，但是大家放心，我一定和她抗争到底。一时间，网络上掀起来一阵腥风血雨。我苏淼突然变成了一个人人可骂的荡妇，网络上充斥着对我的恶意发言。还 CEO， 不知道钱从哪里来的，这种女人别说2婚，头婚我都不敢娶，除非我头婚眼花。当年她老公可是荣誉牺牲，她怎么敢的？笑死我了！这种女的我敢娶，建议她带着亿万家产嫁给我。笑死！一想到我在给这种女人打工，我就想吐。这种言论随处可见，我已经不在乎了，甚至自掏腰包给她买了些流量。过不了多久，她就开启了线上直播。直播里，她声泪俱下讲着我和她大学的事情，讲我们如何相知相爱。不少人给她打赏，或许是我给她买的流量起效了。他的第1场直播就直线飙升，甚至一度快打破软件平台的1场直播最多打赏的记录。但是我只觉得可笑，他直播赚的钱，甚至有一半在我的兜里。只有我掌握着现如今最大的短视频平台，
除了我的平台，他根本无处可去。我看着他直播的跳脚就想笑。尽管网络上不少人口嗨，网络上不少我的员工说要离职，可是现实里却没有一个人舍得离开我的公司，因为他们绝对找不到下一家更好的公司。不少人在集团总部大楼拉横幅抗议，也有很多记者蹲守我还是毫不避人，从正门出去。笑话，我花大价钱请的保镖的，闹着玩的吗？今天我从正门出去时，也遇到不少新闻媒体。只见一个男里冲上来想拦住我，却被我的保镖拦在原地。他不停挣扎，嘴里一直念念有词。我索性给他一个机会，我走到了他面前，他立马拿着话筒对着我：“请问苏女士，你对现如今网上流传的你抛弃丈夫，并且火速再婚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？请问你怎么看待何朝先生？”我接过话筒，不紧不慢地说了起来。首先，我感谢何朝先生对本平台的赏识，他又蹦又跳的直播很有意思，为本平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要是何朝先生实在困难，我可以以本人的名义把何朝先生的分成改成4-6分。我说完这些话，就带着我的保镖离开了。贱人！只听我后面有人叫骂，随后感觉到有一件物品朝我扔来，小心，是祁阳。他出现在我身后，带着我躲了过去。是一枚鸡蛋，没砸到我，掉在了地上。我被他带上了车，飞驰而去。因为我这番言论，没有多少人继续在何朝的直播间刷礼物，而是自发地举办了线下见面会。我猜他们应该是线下给募捐，大概进行了10几场募捐。我终于是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何朝终于是要和我打官司了。我很想知道他到底哪里来的勇气。到了那天，我带着公司的律师和祁阳一起去了法院。第一次站在被告人的位置，还觉得有点神奇。只听何朝对着法官哭诉他的不容易，我不禁感叹，几天不见演技倒是精湛了不少。何朝说完，法官示意着我方发言，我全权交给我的律师，全程不开口说一句话。何朝见我不说话，便想出言讥讽我，但是在法庭他还是要装一下。淼淼，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会以这种方式重新见面。在你处理我的葬礼时，你有想过吗？我不禁想笑。不好意思，何朝，我没有给你办葬礼。看着他吃瘪，我高兴极了。紧接着，我的律师拿出了何朝的死亡证明和当时警察发出的宣告死亡的通知。何朝那边的律师立马就说：宣告死亡，如果有误，应当撤离宣告，且恢复婚姻关系。所以说，被告人在不自觉情况下犯了重婚罪。我方的诉求是离婚可以，但是要求分割财产，夫妻共同财产平分。我就知道他想分割财产，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2年我已经慢慢地把我的公司重新归还给了我的父亲。我所有的资金都存在了父亲的卡里，对外是我在掌管公司，对内其实流动资金一直在我父亲那里。我不担心父母会背叛伤害我，因为我是独生女，而且从小就受到了很多宠爱。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就算何朝要和我打官司，他也一定是血本无归。我的律师经接着说，尽管宣告死亡有误，但是被告人和原告已经分居2年，可自行向法院提出解除婚姻关系。尽管分居2年，但是我们谁都知道这2年是逼不得已，这不是不愿意分割财产的理由。我的律师就等着这句话，等着他不退让，让他一步步陷入深渊。好的，我方向法院提供新的证据，
这份证据是被告收到传票后想找证据发现的监控视频。听见监控，何朝明显慌了，因为这是他根本不知道的东西。这段监控是因为被告察觉到家里东西减少，以为是保姆偷去卖掉了，所以偷偷安的监控，还没来得及告诉原告，原告就已经被宣判去世。紧接着被告就搬离了那个家，紧接着监控被放在了法庭的大屏幕上。监控的内容就是何朝抱着孟青接吻，然后到了床上。视频里的尺度之大，只是放了一点片段就被叫停了。接下来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。只见何朝的脸色越来越白，对方律师也是惨白着脸。我的律师接着说，可以看出，在我方当事人离婚前，对方当事人就已经出轨了。接下来就简单了，法庭当场就判我赢了。只是晚上的腥风血雨还是没有结束，不少人痛击法庭，说司法机关包庇有钱人，这个世界还真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。那么伟大的人打官司都会输，再也不相信公平公正了。我们老百姓只有被资本摩擦的份，太贱了，简直不敢相信是发生在21世纪的事情。趁着舆论，何朝和孟青又开始了他们的敛财大计。我算了算，在他们收了不少钱时，把他们出轨的视频发到了平台，并且买了不少流量，请了不少水军。网友一觉醒来天都塌了，我的口碑直线上升。天杀的，原来一切都是骗我们的，还立爱妻人设，原来自己早就出轨了。我之前就看出来不对，捡到他那个人为什么不报警？还钱，还钱，还钱！苏淼才是真正的大女主，因为他们俩听了我之前那番言论，再也不在平台直播，而是线下收了粉丝不少钱。现如今，不少粉丝都报警说遇到了诈骗。如今何朝和孟青想必是四处逃窜，趁如今网络上的趋势，我也官宣了，和我结婚的人是祁阳，也算是真正给了他名分。网络上的人听风就是雨，如今一大批人站在我这边，夸我和祁阳郎才女貌，不来事情要是到这里结束就好了。直到我突然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，苏淼，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对你吗？你要是想知道，明天就一个人来朝桂山找我，是孟青，他果然叫我去了那里。我确实很好奇，明明我对他这么好，他为什么要伙同我的丈夫这样对我？于是我第二天按时去了朝桂山，只见孟青站在山上，他一个人在那里，我就警惕地看着周围，看何朝藏在那里。你不用看了，何朝早就抛下我跑了。我挑眉，就他那破脚还跑得动呀？你是不是很得意？苏淼，从高中开始你就在我身边不停地炫耀你的家庭。没错，你是帮了我很多，但是在我眼里就只不过是你一种炫耀的行为。你有钱又漂亮，还有发小喜欢你，而我什么也没有。孟青自嘲地笑了笑。大学时何朝对我一见钟情，你没有想到吧？其实你才是这段感情的小三。和你朋友那么多年，我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，于是我不惜让自己男朋友勾引你，我就是想要你的全部。火焰席卷而来，又是火，没有一点心意，就算得不到你的所有，我也要毁了你。凭什么呀？究竟凭什么？孟青一边大喊着凭什么，一边跑了。看来何朝抛弃他也是骗我的，想必现在他们就去了他们的秘密基地。我观察了一下路线，朝一个地方走去。早在看见那条评论时，我就派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来找那个防空洞，终于有一天找到了。想必当时何朝就是躲在那里。我发现那个防空洞有2个入口，
有一个是明显有人去过的足迹，有一个完全被人遗失在这个世界上。我让人把那个明显的洞口给封住了，美名其曰保护游客的安全。想必他们根本没有查看过，想必他们一心想看着我烧死在这场火里。我顺着防空洞一路走到了山下，正好碰到了赶来的祁阳和消防员。在出发的时候，我就发消息给了祁阳，开玩笑，姐现在是2个人，怎么可能孤勇奋战？尽管消防员赶来得很快，但实在火太大，何朝和孟青被烧死在了防空洞门口。如果他们曾经仔细看过的话，会发现防空洞门口还插着一句标识：请勿进入。只能说他们太相信自己了，如今害了自己。我告诉警察，我是误打误撞进入的另一个入口，警察也没有怀疑，因为何朝放火那个地点有监控，拍下了他犯案的全过程，足以证明我的清白。他们只不过是自讨苦吃，自取灭亡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实在是身心疲惫，看着紧紧把我护在怀里的祁阳，我也是终于把悬着的心放下了。祁阳，现在我终于和你举办婚礼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